杨广为什么一定要死磕高句丽？一连3次，直到自己亡国。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大一统王朝，2代君主，国祚仅延续了37年。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和隋炀帝统治前期曾盛极一时，但自从隋炀帝3征高句丽之后，国力迅速衰竭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最终一场遍及全国的起义，将隋朝推向了历史的终点。到了大唐盛世，唐朝一代雄主唐太宗、天皇大帝唐高宗仍然不断发兵死磕高句丽，直至将高句丽灭亡为止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4位帝王为什么不惜倾尽国力，也要与高句丽死磕到底呢？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高句丽。我们今天所讲的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政权，地跨今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，南北朝时期改称高丽，又称高氏高丽。它与公元10世纪建立的高丽又称王氏高丽并没有关系，所以宇宙大国韩国人少给自己脸上贴金。高句丽民族由魏末、扶余、沃举、汉人、古朝鲜人、韩人等多民族群融合而成。高句丽人口当时比辽国还多，辽4 500万，高句丽5 600万，军队也比辽多，高句丽正规军15万左右。民兵全员征召的时候，士兵和民夫一度有接近60万人，辽也就差不多10万正规军。而且高句丽是农耕民族，军队步兵骑兵配置完善，没有草原游牧纯骑兵的缺陷。更重要的是，高句丽的扩张方式跟其他政权完全不同。高句丽是城堡扩张法，高句丽历代诸王的任务就是修建堡垒，利用堡垒作为基地再向前扩张，扩张完再修堡垒，就这样一点点蚕食和侵袭当地原住民和汉人的土地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辽东丘陵当中，围绕河谷和道路密密麻麻的山城要塞，其中大的延吉山城子遗址周长7公里，小的甚至有周长几百米的堡垒，光在我国境内就有将近200个。这还只是在我国境内的，在鸭绿江对面朝鲜北部的群山当中，这样的要塞群还有好多。这些山城要塞囤积重兵，居高临下，军事形势非常有利。高句丽从东汉末年开始逐渐扩张，当年在中原地区横行无忌。到南北朝时期，高句丽掀起了扩张狂潮。高句丽用了上百年才吞掉辽东，不是因为它太垃圾，是因为它在辽东建了400多座山城要塞，而且把汉人挤出了辽东，然后自己生育出了5 600万高句丽人。后来高句丽迁都到平壤今平壤北，开始主攻新罗。新罗在高句丽和百济的围殴之下，只能向隋朝求援，于是隋文帝发兵跟高句丽开打。但是隋朝国运真的不行，水陆两军都遇上了极端天气，再加上隋炀帝错误的战略，无视自然条件带来的后勤压力，一味的堆砌兵力，用人失当，最终导致3征高句丽的残酷失败，大批隋军士兵伤亡被俘，耗尽了大隋的民力，最终导致隋末天下动荡，中原战乱。高句丽借助战胜隋朝的战争红利更加强盛，逐渐侵夺辽西土地。到了雄心勃勃的李世民，当然不会无视近在咫尺高句丽，握他之处岂容他人酣睡。贞观18年，李世民在暂时安抚了漠北薛延陀之后，再起辽东之意，为中国子弟复仇。这一次，唐王朝政通人和，兵锋正盛，将星如云，唐军水陆分兵伐高句丽。次年2月，李世民亲率6军御驾亲征，唐军在李世民、李绩、李道宗等名将率领下，先后拔掉了处于辽东山地与辽河平原交界处的盖牟、辽东、白岩等重要城市，设置辽州、延州和盖州，并把这些城市的百姓全部迁走。高丽、华莫发兵15万来援，结果被唐太宗围点打援，一战溃之。战后，李世民感慨，高丽倾国而来，存亡所系，议会而败，天佑我也。此一役消灭了大量的高丽军队，并且削弱了辽东要塞群前沿对于辽河平原的控制。之后，唐朝对高句丽连续不断的发动军事进攻，不断瓦解高句丽的基础。唐朝对高句丽的频繁进攻，为最后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。公元668年，薛仁贵率3000人大破高句丽军，杀获1万多人，攻占扶余城，就是今辽宁四平。扶余其他40余城全都望风归降。之后各路唐军会师，进至平壤城下，包围平壤1个多月。最后唐军攻占平壤，生擒高句丽王高臧，平定了高句丽各地。就这样，高句丽在唐的攻击下最终灭亡。高句丽是一个人口和军队比辽还多，拥有几百座要塞，
有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、蒙古高原作为扩张路线的北方帝国，同时拥有和中华文化完全不同的独立文化圈。历史上无论是辽、金、后金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主干，结果都被汉化。但高句丽不同，人家在东北种了几百年的田，已经发展出了独特的制度和文化。这种独立文化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危险的，甚至这种国家不可能一下子消灭掉，因为不会像中原混战那样，军队战败了城市就会陆续投降，高句丽会逐个城市抵抗，一直到死。因此消灭这种国家的办法就是和他拼国力，直接把他耗死。但对于王朝更迭的中原来说，连出几任狠心的君主，拿人命耗死这个边陲帝国，似乎不太现实。在隋唐时期，高句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，所以唐太宗李世民说过，高句丽不除，后世必为大患。隋文帝、隋炀帝、唐朝一代雄主唐太宗、天皇大帝唐高宗，这4位皇帝高瞻远瞩，都决心死磕高句丽，就是为了不给他恢复的时间，硬生生把他拖死。高句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家，且不说隋朝，就唐太宗、唐高宗2代，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、军事最辉煌的时代。2位雄主手下，名将犹如过江之鲫，多少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家都被轰然踏碎。而高句丽能够以辽东一隅之地，跟唐朝最伟大的2位君王生死搏杀，直到中等下，其坚韧与强大也可见一斑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隋朝2位帝王文攻武略上确实不如后面的唐朝李氏父子，隋炀帝被高句丽拖死，一点都不冤。